是唐湘玉。哇，这2年确实有一种红了的错觉，感觉好多人认识我啊。直到我前段时间去演我的主打秀，在剧场门口碰到一个黄牛，问我要不要票。我心想这也太猖狂了，你卖不出去不能还给我吧？那天我没人接，我还进不去。黄牛说我带你进去。我说啥呀？我要进去表演。他说那得加钱。也不能怪他认不出啊，我那个门票是一个背影。但另一次就过分了，有个大哥在卖我的周边，印着我照片的。我特意走过去，我说这是谁呀？他说金镶玉。来一个吧，这相遇。来不了，咱俩不该相遇。我们县城有个自媒体啊，也经常喜欢发我，发就发吧。那标题写的啥？唐湘玉卑微到泥土里，开出花。这句话原版是张爱玲的，卑微到尘埃里，怎么到我这儿入土了？我这么土吗？点进去有很多虚假信息，说我特别厉害，不光会脱口秀，还开了一家美容院，一家虫草店。把我写得太好，我都舍不得举报。关键真的有人会相信啊！已经有亲戚找我办美容卡了。我说卡是真没有，虫草你等我一下，我卑微到泥土里挖。说到土啊，就不得不提我这个口音了。我以前也知道我有点口音，但我一直以为我的口音是京片子。我在北京待了9年，我普通话就是在北京学的。所以我一直以为我是京片子。当年我在那个电视上听到广智和智胜的口音，我说句冒犯的，真的被土到了，土得我直接大喊：山东人说话不是这个样。是不是黄子韬老师？是。结果去年我的节目播出，好多人说我学他俩。土就算了，还是学的，我都没法澄清。我总不能说不是学的，我本来就很土。其实我知道啊，我不是一个洋气的人，我就是一农村孩子。长得也不洋气，尤其是这颗痣，总有人评论让我去点痣，好意的我都心领了，我去医院看过，他没事儿。但有那种特别强硬的，把痣点了，就好像这个痣是我偷来的，给我交出来。你说话这么管用，你不应该浪费在我身上啊！你应该去高铁站把烟掐了，去美国把枪放下，去你的吧，把嘴闭上。还有人劝我说：“哎。”点掉了一定是大美女，什么意思？我现在是太美女。那幸好没看到这一刻，不然我就是全美女。你说为什么要关心别人的痣？是也开了一家美容院吗？如果非让我点啊，我可以把我名字里的点了。把玉点成王，都希望今年产生一个女王，不会是我唐湘王吧？唐湘王吧，怎么这么奇怪呀？说王不说八，反正说啥的都有，还把那种看面相的招来了。有的说有福，有的说克夫，我都行，都有用。真的有用，我表弟和我弟妹是那种多年的异地恋，特别不容易，定了去年结婚，结果去年都说是寡妇年，不能结婚。有听过这个说法的吗？有。我看什么封建糟粕都没见过。其实就按农历来说呢，去年没有立春，称为寡年，寡组词寡妇，就成了寡妇年，多么匮乏的词汇量呀！
你主持寡人、寡王都行，不主持都行。如果因为一个字音就不能结婚，那我还说去年不能开车，容易剐蹭，很荒谬啊。但表弟他们就很焦虑嘛，因为这个事儿。我说没事儿，你俩放心的结，这个寡妇我来当，我可以当。看到这个痣了没？这就是寡妇的标志。我表弟感动坏了，说姐，那你牺牲太大了。我说不是你姐牺牲大，是你姐夫牺牲大，你姐夫直接牺牲了。所以这不是也有用吗？我就没动他。让我点痣的呢，我都拒绝了，说我装能割双眼皮，但不点痣。这话说的，我还能割，但不善舞呢。我割双眼皮是因为我想割双眼皮，同样的，我点痣只能是因为我想点痣，我也不知道我在燃什么，可能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吧。但拒绝了别人，我又会很内耗，你说会不会伤了人家的心呀？不喜欢我了。我朋友说，你看又卑微到泥土里了。我说没办法，我就这么走过来的呀，这是我来时的土路。有土才能开花嘛但我还是要谢谢那些让我点痣的朋友们。我知道是想让我变得更好，但我改变了这一个，肯定还会有别的。我觉得太累了，我还是打算做知己了。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唐湘玉的表演。喜欢他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谢谢大家，谢谢湘玉，谢谢。咋样？第2回在总决赛的舞台上了，紧张吗？刚刚？本来是不太紧张，但被刘仁成给炸懵了。但今天其实还是聊了很多话题的，虽然一篇脱口秀，但里面放了其实很多的观察进去。天真姐，我其实很喜欢湘玉今天的整个主题，就是我爱干嘛干嘛，我长成什么样是什么样，管其他任何人任何事情他们闭嘴。就是我觉得你的那种女王态度，其实是在你的今年一系列这5篇的表达里逐步在提升的，就是你的那种自我主体感会越来越强。是我就是这样子，我希望我自己成为什么样子，就是泥土中长出来鲜茂盛的花朵的感觉。是现在想把那个更多的能量聚焦在自己的成长上了，然后想自身的一些那个想法去跟这个世界去交流，以自己的感受为主了。现在是特别好。子韬听着这个口音亲切吗？我很喜欢唐湘王呀，我喜欢健身，然后呢，我健身完了之后呢，我不爱穿衣服了，我只喜欢穿那种短裤、背心儿，去哪儿都是，戴个帽子。我觉得大家也会说你怎么天天穿这个很土，包括我老婆也天天说我土。但是每当我自己一个人洗完澡脱衣服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土。我健身也不是为了取悦他人，我健身是为了取悦我自己，我很开心。我干嘛在乎别人说那么多？空口无凭。其实土和潮啊、洋啊，其实很多都是自己的定义吧。我觉得太潮，我可能还受不了呢，我有潮人恐惧症。我就是觉得自己这样子，朴朴实实、本本分分也挺好的，偶尔打扮一下，这不是为了比赛吗？对，比赛的机会，这个妆发什么都是不用花钱，就是。所以能打扮就好好打扮，我也挺接受我本来的那个样。我其实跟涛哥意思差，我也天天裤衩背心的，来一拖鞋我就出去了。我们一般那形容我这个穿着都叫水，就这人怎么穿这么水啊？就是说没有打扮，也不捯饬，没那什么。但我平时就爱这样，所以跟我在一块儿也都是特别水的人。但我觉得没什么不好，遇水则发嘛，我们都是望身边人啊。是花也有水培的嘛。对，太好。谢谢香王。我觉得就是喜欢自己就好了，就像是你觉得这颗痣，就是大家都劝你点，但你也没有就是想点过，说明你这人一点都不卑微。是主要是他怎么着也得切掉，然后需要时间恢复，我那活又特别多，没时间恢复。你看看我的档期没时间整容呀，就是。如果有一天我把它点掉了，那一个就是它可能不健康，二一个是我想比较重要，我觉得是。我长那么大就认识2个叫湘玉的女性，一个唐湘玉，一个佟湘玉。然后
在我眼里，我觉得两位都是大美人儿啊。然后你们的口音、你们的方言非常的迷人。因为我觉得对于一个演员来讲，声台形表是非常重要的基本的素质。然后方言有时候是你在表演时候很有力的武器，它可以快速的带你进入那个规定情境。你每次一张口，我觉得我就被你带到了山东，带到那个村里头，然后已经在你们家炕上坐的嗑瓜子儿，听你三姨给你催婚，就是欢迎你来，校官。所以我觉得你不需要听那些自己就不太完美的人给你那些所谓的完美的建议。对对对，然后最后想说，相遇最美。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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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晨老师，非常喜欢你。也是看着《武林外传》，就是他也是喜剧启蒙。但刚刚姚晨姐一说到佟湘玉，确实又回到那个看《武林外传》的那个状态里，我就觉得有一点特别妙。其实《武林外传》里也有一个金镶玉，对，他们相遇，他们两个碰到之后，大家其实发现最后佟湘玉才是真的相遇，佟湘玉才是大家喜欢的那个人，真的很妙很妙。谢谢谢谢湘玉，谢谢你的表演，谢谢大家，谢谢谢谢。也请你前往等待区入座。大家好，我是辛博。看着观众都很年轻啊，怎么样，都结婚了吗？没有。挺好。我是喜欢见证幸福，但我不喜欢参加婚礼，尤其那个吃席环节。熟人还行，碰到陌生人就总容易陷入那种尬聊。那个，我是他小学同学，你呢？大学同学，真好。那个听口音东北的吧？东北哪儿？辽宁。我爸去过吉林。我能说啥？我说怪不得没见过你呢，兄弟。而且我觉得婚礼的主角也不是新郎新娘，就是婚礼的司仪，他主宰一切。全国的婚礼司仪好像都同一个腔调，我就感觉这帮人在同一个地方批发的声带。现场尊敬的各位来宾，欢迎各位前来参加张凯宇先生和李子涵女士的婚礼。听着很温暖，但里边没有一点真情实感。生活里表达感情也这么说话吗？你踩我脚了。正常开始一般都是爱情故事，是吧？新郎新娘相识于大学校园，图书馆隔着书架的惊鸿一瞥，从此人生悄然改变。我坐在台下看着新郎，我的兄弟，我用我的人品担保，他绝对不会去那种地方。我们俩4年的开黑记录就是他的不在场证明。没有他，我不可能知道本科延毕最长只有6年。特别奇怪，就是大学恋爱走到婚姻相识就得在图书馆。让我感觉图书馆就是个灯红酒绿的地方，藏污纳垢，知识改变桃花运。都什么时代了，我觉得大家怎么恋爱走到婚姻都很正常，打游戏认识怎么了，有什么不能讲的？新郎新娘相识于王者峡谷，经历过小学生的谩骂，也是常问候别人的全家。还有5秒，新郎新娘即将闪现登场，掌声欢迎这对双排新人。有请摄影师用 Live Photo 神器 vivo S30记录下这美好的瞬间，快乐你就 vivo Live。我特别受不了司仪的一个点，就是司仪特别喜欢煽情，特别喜欢煽情。中国有一个传统叫做丧事儿喜办。我感觉他们就是想，
对，喜事儿丧办，尤其针对新娘。此时此刻，又有一个家庭失去了女儿。这是嫁过去，又不是送进去。新娘回头再看一眼你的爸爸和妈妈，跟养育了你20多年的爸爸妈妈告个别吧。爱情的坟墓是真要埋人呐，我都担心他从包里掏出一个令牌往地下一拽，斩。新娘起早贪黑费多大劲化个大妆，被搞得2道黑线留下来，跟那个某巴克的 logo 似的。如果你的泪点比较高，它会有后招。此时此刻，丫头，还记得儿时父母怀抱的温度吗？去，给他们一个温暖的拥抱。新娘没感动到，给花童吓一跳。如果你的泪点奇高，他就会有绝招，他会看一眼音响老师，并且给音响老师一个信号。音响老师会直接把音乐推向高潮。时间都去哪儿了？是啊，时间都去哪儿了？此时此刻，丫头勇敢的、大声的哭出来吧！你看新娘跟过了电似的，妈。我觉得人都需要仪式感，对吧？但那些明知故问的问题，把它变成了一种流程。看我们的新郎，帅不帅？能说啥？一般。还有那句：此时此刻，新郎，你最想见到的人是谁？我赌上我的尊严。科比。我都担心他单膝跪地时候喊出的不是宝贝嫁给我，而是湖人总冠军。一直问我，你说哥，我婚礼是定在8号还是24号？我说你就定在8月24号。最傻的就是那句：“新娘，你愿意？”说实话，这么多年我花了这么多份子钱，我也想看点不一样的。我不愿意，我被逼的，我妈身上有炸弹。你问点实际的，能落地的，无论说结婚之后新郎天天喝酒钓鱼不洗澡就往床上躺，你愿意吗？那新娘肯定得说，别逼我，妈妈对不起，引爆炸弹。流程最后还会有个小的环节，新郎现在可以正式的亲吻你的新娘了，正式。昨晚单身夜当我面嘣儿吧的。舌头都系成蝴蝶结了，那都不是正式，那都是测试，小 kiss。非得像现在这样叫来双方父母亲朋好友街坊四邻单位领导，各就各位，预备作。亲一下得了呗，亲一下得了呗，亲吻不停，掌声不停。鼓掌的人不想鼓，接吻的人不想亲，就他自己玩的挺开心。婚礼流程什么时候结束？不是仪式的完成，就是那句开席。台上新郎还在那真情流露，台下大姨已经抖搂开了塑料布。新郎说：“你是我的全部。”大姨说：“全部都是我的。”接下来这段有观众找到我说：“新博对你讲的这种司仪深恶痛绝，你能不能来我的婚礼当司仪？回旋镖扎到自己。”我说可以，我当司仪哭绝对不可能，但也有可能婚也结不成。
我当司仪那就一切从简，工作忙，新郎新娘都可以不来，反正也没有人在意，我就只讲一句：你们是真饿了。份子钱随了吗？我就说没人在意吧，我就只讲一句：现场尊敬的各位来宾，此时此刻，开席。我是明年4月份办婚礼，我没找司仪，我准备一人分饰2角。看我们的新郎，还行。新娘多给点零花钱，你愿意吗？各就各位，预备备，我们要亲嘴了。此时此刻，我是辛博，谢谢大家。谢谢辛博的表演，喜欢他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你要这个时候就开始喊冠军，你还喊12个人，我太辛苦了啊！亚军来边来亚军。你们这样，别人让你们喊什么你们就喊什么，很危险的。演完了可以跟大家说了，辛博是自己选的开场，是不是？对，我自己选的开场。我也害怕，我也紧张，包括我手其实在抖啊，手在抖。但是我觉得线下演出的经验足以支撑我完成这场开场演出。而且有这么多开场，为什么选择总决赛开场？我觉得总决赛开场最帅，真的是勇士啊，大哥！我觉得在总决赛舞台上给我后边的11个朋友开场是一件非常酷、非常牛的事儿。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我这段呈现把局面打开。希望今天不是一场比赛，是一场精彩纷呈的演出。谢谢大家。确实啊，这个一下就把气氛打开了，带到了不知道是谁的这个婚礼的现场。我记得是这个子韬先拍灯的，是不是？啊，因为我今年10月就要办场婚礼。他把我所有想要规避的事情全都说了一遍。那要不你来？因为我老婆很喜欢有仪式感，但是我现在想把很多仪式感给换一下。接活。哦 ，OK， 没说给预算啊，那就算了。不是预算私下聊就好了呀。梦姐呢？就我觉得你的这个语言节奏很有意思，断点和我断的不太一样。就是你平时节奏也挺难追的，确实。他也去过吉林，他吉林人。我吉林长春人。哎，好嘞。跟你同学认识。幽默。我说其实特别有意思的点在哪儿呢？因为这个一个是红事，一个白事，结婚啊、出殡啊，这司仪啊，我们生活当中反正见过不少。很多呢，这个我们同行这些相声演员啊，在没有什么演出机会的情况下呢，真的假的？真的，我觉得这也是未来那个我们工作当中一个发展方向。你先别着急，没准过10年没事干了，你也当司仪了。其实还有一个小故事也很有意思，也是线下开演出，然后是2个朋友相亲，正好看到了我演出，然后2个人在一起了，是8月18号结婚啊，我也会去参加他们婚礼。司仪怎么介绍？他们相识在辛博的脱口秀上。此时此刻开心。确实，你的那个表演的语言节奏就是很有特点。我特别想问你，原来是有学过，比如戏曲什么的吗？没有，但是我们小的时候跟爷爷奶奶一起长大，会经常听2人转呐，听评戏啊，河北梆子，听京剧这些东西都会听。啊，我就老感觉你像一个年轻的老艺术家。我觉得你也很擅长观察生活的细节。我想在这里其实想跟姚晨姐说一下，因为我有一个自己的梦想，是做一个情景喜剧的编剧，因为我觉得中国已经很久没有出来特别好的情景喜剧了。武林外传就是上一部。啊，我希望我有机会我能参与到下一步里。哇，6个好的编剧凑在一起写一个情景喜剧，然后给大家下饭，我觉得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太好，那我期待你的好剧本啊！谢谢。此时此刻，我想问一下，这个情景喜剧有谱吗？有谱的话，我来投资。立马找人兄弟们来吧，全都在这儿呢，是吧？我觉得这个观察式喜剧是一种特别有风格的一个表演类型。然后今天
其实你整一季下来，这是第5场了嘛，你每次都是坚持你的风格，讲观察式的喜剧，用你独特的视角来拆解、来分析，然后来展现。我觉得应该坚持下去，因为这就是一个代替大家的眼睛去观察生活中我们看见的美和看不见的美的一个过程。然后，如果它真的发展成为一个情景喜剧，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大家太需要喜剧了，因为我们太想看，太需要，也觉得，我相信姚晨也愿意演吧。对啊，你投资嘛，然后内定一下我们演员，台上的爱奇艺就这么着了啊，爱奇艺可以播出。你刚刚要说啥来着，付航？没有，我刚才看杨老师说爱奇艺，我说哪儿呢？台上都有人。我给那个观察式喜剧的说2句话可以吗？观察式喜剧也在呢来。对，其实线下还有很多做观察的朋友，但是大家可能都会面临一些困境，因为我们的段子里边没有我，发现了吗？我的视角就是跟你们去参加婚礼的视角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显得我的段子冰冷，没有人情味儿。当我前几年把这事儿想明白了，就是我是你们，你们也是我，没有人会不爱自己，所以我希望观察式喜剧的演员，大家都继续努力，我们都爱自己。谢谢大家。谢谢辛博的表演。不会没有自己的，只要我们站上台，话是你自己说的，观众眼里永远有你是什么样子。我们会在第1轮全部表演结束之后，一起揭晓所有人的票数。那我们也先请开场演员辛博去等待区入座。接下来第2位要上场的也是今年的新人，他曾经自我怀疑是一个早产儿，脑洞非常抽象。掌声有请林简七。Hello， 大家好，我是林简七啊 ，Hello。大家有看我讲我发小那篇吗？对，李家俊，对，讲逼了那个，他今天也来看我来了，他在后台，请假来的，他跟他领导请假的理由是爱奇艺请我去录个节目。给领导吓一跳，给他开的病假。我们毕业之后就一起去了南方，然后住在一个小房间里啊，日子过得一塌糊涂。因为我是那种非常幼稚的人啊，我每周必看白桃星座，桃白白。就它是一个公众号，它会给你下周的健康做一个预测，让你提前来预防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准的有点邪门了。就下周他让我哪儿疼，我哪儿就疼。我说这是白桃星座吗？这不死亡笔记吗？说我下周胰腺疼，我都不知道我胰腺在哪儿。我问我发小，我说你胰腺在哪儿？你知道吗？他说我胰现在在深圳。我说我不是说你胰在哪儿，我是说胰腺在哪儿。胰腺呐，北上广深吗？他就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一个人啊。我记得有次我微信上不去了，需要好友给我发验证码，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微信给我发688423。”他说：“我暂时没有这么多钱。”你能不能容我2天？我说这2天你要干啥呀？去胰腺找你姨呀？当时每天日子过得就是非常荒唐啊！我记得有次我们去楼下盖浇饭吃饭，我就觉得那个盐就特别咸啊，盐都硌牙，你知道吗？然后他吃了一口，他说先别吃了，就是他家用的盐是大粒盐，扫雪用的。我说南方也不下雪呀，他说所以就用这儿了吗？他还是接着吃了，把这个盐挑出去，碗都快空了。我就感觉就是米不够了，把盐叫过来撑场面。你说跟我走吧，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
言想也行吧，啊，万一有人吃一肚子血呢，是吧？对，这就是我的风格啊。啊，日子就是过得也非常窘迫，家里太小了，放不下任何家用电器。我去剪头发，啊，理发师问我平时怎么吹头发，我说我一般是骑自行车吹。一般是背头，我要是想3期，我就得啊，这段子写的太有生活了。你就别说这个吹风筒了啊，就经常在家吃饭就是买馒头，啊，咬一大口，当碗。既是饭碗，也是晚饭啊！就你拿这东西出去，你都没法要饭。我这一伸手说给点吧，人说你这不有吃的吗？房间真的太小了，只能摆下一张床，然后我跟他一块儿住在床上。他还是比较邋遢的那种人，他比较邋遢，喝完的这个瓶罐矿泉水瓶就都立在床上，啊，他一睡觉就跟帝王出土似的。我有一次偷拍的一张照片，然后发给我妈抱怨，我妈说这孩子要干啥呀，非得在桌子上躺着呢。每天晚上他一睡觉一翻身，这些瓶就全滚我这边来了，哎呀，哗啦哗啦，我就感觉我一闭上眼就回到童年，我睡在这个海洋球城堡里。当时每天都在抱怨，就是房间太小了，直到我们发现隔壁住着一家3口。哎呦，一家3口住5、6平，非常感慨。我就觉得空间越小，他人就越多，对吧？很奇怪，空间越小人就越多，空间越大人就越少，对吧？200平的豪宅，他可能只住2个人，但8人的合租房肯定不只住8个人。你就感觉穷人他就是好收纳。我现在兜里就揣俩，别出了啊！所以我理解的阶级就是越高就越不拥挤。你看我们从这边到这边啊，只要晋级就会多个扶手，多点距离，对吧？我们得拼命用幽默感换一点空间。你们再看看评委席，不用幽默也能得到空间。当然，我这也是一个幽默。看他们懂不懂。笑了就是段子幽默，不笑就是段子完整啊，没事。我昨天发小也陪我彩排了，他就看着我们选手的座位说：“你们座太小了，你什么时候能坐那边？”我说：“你再容我2天啊。”其实我今天总决赛发小能来真的很开心啊，因为我们现在聚的很少了，我总会想起原来我们住在一起，就在那个小房间里，虽然房间很小，但每天就是胡思乱想，说一些有的没的，你一嘴我一嘴的。我记得有一天我看书，书上说雪糕是元朝发明的，我就开始思考，那怎么没有雪糕古董呢？然后就想明白了，雪糕会化。想明白之后就有点伤感，我就觉得有些东西它连被保存的资格都没有，那你没有证据，你可以随便说，你可以说它是侏罗纪发明的，对吧？随便吧。我把这个结论告诉我发小，说雪糕是侏罗纪发明。他说那侏罗纪挺厉害呀。这时候我听见房间外有人在笑啊，我说咋的了？咱俩出去看看。他说咱俩听话吧，别出去了。我说听谁说话？他说你知道咱俩现在在哪儿吗？咱俩被人揣兜里了。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谢谢林简七的表演。喜欢林简七今天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这个抽象的结尾
这抽象吗？这不浪漫吗？抽象就是一种浪漫。我今天真的觉得你这篇很浪漫，因为我觉得你没有在跟我们这些人表演，你就是在跟李佳俊一个人表演，对不对？你要干啥呀？真的就是我听你的段子，经常听到一个点之后，后面的所有的每个字我都听不见了。我刚才就听到你跟你那个哥们儿，你们俩从那天开始就一起住在床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住在床上是太小了。那就只有一张床吗？对呀，还有一把椅子。问呢？我无话可说，我还说什么呀？能听出来你俩确实关系特别好，而且这次比赛之前，你是不是专门还去是哪儿郑州还是哪儿去找他是吧？对，找他玩了一天。那林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就是以后如果经济现在富裕了，你比如说是演出多了，完了之后钱更多了，你还会跟你这个兄弟住在一起吗？不会，人得有点空间了。既然已经聊到这个程度了，是不是？这个佳俊今天也在现场是吧？是。请看大屏幕。嗨，你好，你好，你好。你死了。听到这么多这个0.7，就是聊你这些故事，你有啥想跟他说的不？气死我了！确实没想到，因为0.7他从来不让我去他的线下看啊，现场看，我实在没想到，其实现场的这种情况。行，要不挂了吧，挂了吧，那个接着看演出吧。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佳俊一直是活在段子里一个形象嘛，突然今天看到真人，我有一种这个幻灭的感觉。不许你这么说他。确实是很抽象的一段表演啊！这个大林，你好像拍在了那个讽刺你们是不是懂幽默那个地儿，是不是？这个段子很完整。这个就在我看来，他现在不是说抽象了，他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他认真的在回答每一个问题。弄得我现在都不敢问他问题，想问啥就问，没事。我这副行都替我问完了，我就而且在人家这个故事里头，我已经没什么资格说话了，我就别发表言论了。我都这么大地儿了，我赶紧钻里头去，我赶紧。确实啊，给你们几个把路都堵死了呢。开的小玩笑，不用当真，这是你们应该坐的座。太风趣了，这个我。那咱们问问这个同属抽象赛道的子韬哥，这是我喜欢那个一线那块那是我最喜欢的一段。然后我觉得他说的空间小，因为我有过，我睡过的地方，我睡了大概1年半，你脚下踩的那个地方比你那个地方大一点点，2个人挤在一起，辛苦了。但是没有那种拥挤，就不会让我今天有这么大的空间。我感谢我所有的挫折和我以前所有的磨难，成就了今天的我，让我慢慢把我的空间扩得越来越大，然后让我可以去容纳一切的人跟我并肩作战，这是我喜欢的。我的座位越大，我就可以让更多的人跟我一起坐在一起，一起往前走。听懂？掌声啊！以后你的座位变大了，你也要去帮助更多的人，让他们走得越来越好。兄弟，行，没问题，涛哥，加油！是不是没有想到场上最懂你的是黄子韬，对吧？那他的段子里就是他的生活，他的生活成就了他今年总决赛的这个段子呀，对吧？对。蓉姐，我知道你很搞笑，但是我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来懂你。什么？你伤害了他。我没有一点高深的东西。他终于破防了，不是你对我们指指点点的时候了，也有你拿捏不了的。那个移的那个地方很好笑，然后那个兜里揣2个兜里也很好笑。开玩笑了，我也很幽默，谢谢。我感觉今天这个演出结束，回去路上他俩会突然都回过味儿来。就是我懂你的幽默，也懂你。就是我一直觉得你是这个舞台上特别的一个存在。就是因为他的外形和他的那个表演的时候的那个语言节奏是
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非常的协调。而且你的那种中二的气质是浑然天成的，就是我觉得你有一种游离在三界之外，然后一直在这个现实和超现实主义反复横跳的这种气质，你知道吗？就是我听说你是学电影的啊。你有一种那个东北文艺青年的这个气质，然后就老让我想起那个小成本电影里头的那种那个无所事事的这个逃学少年啊，蹲坐在那个街边，45度角仰望天空，看着彩霞，然后有一种淡淡的死感的这种。对，所以我非常喜欢你的表演。谢谢。我觉得李佳俊就是你的缪斯啊。总决赛前，然后就特意看他一趟，是不是因为找不到灵感了？是。我之前一直怀疑那是他的人格分裂出来的一个人，结果是真的。结果是真的。就他今天讲的整个东西，尤其是讲到最后那2个小人在口袋里又出来的时候，让我想起了 Tim Burton 的那个电影叫《大鱼》，就是它是整个非常奇幻的浪漫主义的一个电影，它有着很深刻的情感，但它所有的表现形式都非常的抽象跟不合常理。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的风格。然后我特别喜欢这个底，就是那2个小人在对话的底，充分表达了你和你缪斯之间这种惺惺相惜的关系。我很喜欢。谢谢。确实，这个最后在这个抽象和搞笑之间选择了浪漫。好，我们谢谢林建奇的表演，拜拜，拜拜，请去等待区入座。第3位朋友，上一轮就发誓要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商务。今天是第2次闯进总决赛了，我们欢迎刘仁成。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仁成，非常开心看到大家，非常感谢一个夏天的陪伴，谢谢大家。时间过得真快呀，总感觉前一秒还是在去年的总决赛。去年总决赛我讲了一个我去干活，发现周老板有自己的休息室，我没有的段子。今年第1期录制，我惊喜的发现，付航有自己的休息室了。把那生气的方安慰我说：“哎，兄弟没事儿，咱们先录制，其他事儿晚上回酒店再说。”晚上结束后，不是一个酒店。我确实是一个比较敏感自卑的人，总是因为这些事儿而内耗，可能也是因为学历低吧。你在娱乐圈，你很难做到学历低又很猖狂。我没有在讽刺黄子韬老师啊。真没有，我只是羡慕他，因为我们黄子韬老师虽然只是一个中专学历，但是比我高，我初中，但我就相信我们俩其实内心深处还是一类人，真的，我觉得他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点点自卑的地方的，我都知道他的自卑是从哪来的，悲从中专来嘛。讲这个段子，黄涛老师不要生气啊！如果你实在生气的话，可以打我1、2拳。算了，打2拳吧，1不发音。我不得不坦诚地告诉你们，这不是现挂，这是我蓄谋已久的。开玩笑，很开心。从小就比较自卑，因为很小的时候被父母从江西带到了常州，3个月大就成为了一个外地人。我很喜欢常州，常州很发达，但极个别常州人喜欢歧视外地人。他们歧视的很直接，没有什么弯弯绕绕，直接就看不起你。没办法，常州人嘛，不擅长踢皮球。小时候家里条件很差，我家隔壁就是一个废品站，我天天看我的邻居收垃圾，看得我都有点影响学习了。收垃圾太赚钱了，但那会儿年纪很小，看东西很浅薄，觉得他们家里环境很差，手上也不干净，我就觉得他们挣的都是脏钱，
现在长大才知道，其实他们赚的是最干净的钱。有的地方号称自己一尘不染、六根清净，赚的钱才是最脏的，肮脏的从来不是废品站，是永信。到了高中之后也很自卑，其实本来还好，我本来学文科学的是好好的，学校突然逼我去学艺术，说是为了我好，能上好的大学，但我内心知道，其实想提高本科率而已。我不想学艺术，天天跟他们争吵。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我打电话跟他们说：“我凭什么让我学艺术？我就不学，我辍学，我也不给你们提高本科率。”然后我就辍学了。但朋友们，真的要好好上学。但凡我数学好一点，我就会知道，我辍学也提高了他们的本科率。有一半的朋友没有听懂，跟你们解释一下。假设本科率是 F， 学生总数是 X， 考上本科的人是 N，fx 等于 x 分之 n，fx 减1等于 x 减1分之 n。当 x 大于0的时候，函数呈单调递减，所以 fx 减1大于 fx。懂分数函数的人都知道这里面门道有多深。但付航肯定没有听懂。回你的休息室慢慢想吧，就。辍学这个事儿真的让我挺痛苦的，不是因为学历低了，是因为我辍学说的太顺利了。我以为这是个很叛逆的事儿，一点阻挠都没有。其实那天打那个电话，我也只是一个17岁男孩在撒娇，我发脾气而已。我一直都希望我的老师可以把电话打过来、打回来，求我回去。11年过去了，号码我都没敢换，一直都没有等到。我的老师他讲不了脱口秀，他不会 call back。在无数个夜晚，其实我也挺难受的，我都一直在想，能不能穿越回去，回到那个夜晚，我就撤回那个电话，跟老师说：“老师，我开玩笑的，我不辍学了。”老师说：“你想清楚了？”我说：“真不错，真不错，刘仁成真不错。”但我也知道，如果我不辍学的话，我可能就讲不了脱口秀了。那我就不确定，如果我不辍学的话，我的人生会比现在更好。很多人喜欢美化自己每走一条路，我不这样。比如今年我有很多两边节目的朋友都认为自己去错了节目，觉得去对面会更好，怎么可能呢？只有一个人有资格说去对面会更好，就是罗永浩老师去对面对我们更好。从我辍学过去已经过去11年了，这11年说实话挺难熬的。这11年，特朗普2度入主白宫，我还是没能回去常州二中。有时候我也在想，我的母校会后悔吗？我今天早上去小某书看了一下，常州二中这个 tag 浏览量12.8万，刘仁成2325万。我不知道母校去年全国高中排名多少，反正我是全国第4。从今天起，提起常州二中，没人知道它什么千年府学、五朝文庙，大家只知道知名校友胖子门窗。哎，哪怕他现在看到这里，他很生气，他也不能拿我怎么样。他能拿我怎么样？他能没收我的毕业证吗？我没有毕业证。其实学员节目结束之后，我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欢嘛，然后很多朋友都告诉我认可我，所以我也知道，其实我现在可能不需要那个毕业证去证明自己了，就初中学历的我也很不错。所以哪怕现在我的母校回来找我，给我补个毕业证，我也只会说千年府学、五朝文庙、常州二中好学校。但这当然是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其实说这么多，就是其实也是想隔空喊一下我的班主任，
我想告诉他，其实如果真的母校需要我合作的话，其实不需要很多钱，也不需要毕业证，给我打个电话就行。我这个要求很低的，我只要一个休息室就可以。老师，这是我的 callback， 轮到你了。没想到吧？我用 callback。我不知道如果我不辍学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的。在复仇者联盟4里面，奇异博士他看了1400万个结局，才看到胜利的可能性。我没有超能力，我也不会预测未来，但我知道，我之所以不会去美化自己没走过那条路，就是因为我现在正在走这条路太美了。我不后悔，我爱脱口秀，我爱奇异博士。谢谢大家，我是刘成。谢谢刘仁成的表演，喜欢他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哎呀，这么一篇火力全开的脱口秀，要不咱们先听听子韬的评价吧。其实我是觉得啊，辍学这件事情现在拿出来说是就是不大好，因为还是要让大家去完成他们自己的学业。但是像我这种人，像他口中的那种人，我是真的，我只要一拿起笔，一看见，我是真的就是我坐不住。我是上了职高下半学期，我实在扛不住了，所以我写了一封信给我父亲，我说能不能让我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父亲说这是你自己的人生，你对你自己负责。我说行，那我先出去打工赚份钱。所以我去端了盘子发了传单，然后偶然的一个机会有选秀了，我去参加了，然后我就被选走了，然后我的人生就开始了转变。对，所以他最后总结了那一段，其实对于我来说走过来你说的那一路的人，所以我是非常有感触的。对，大家今天都是跟黄老师最共情的人，他是最像脱口秀演员的人。没有，你这一篇其实你虽然有很多这个支出去向外的这些攻击的部分，但是一直都知道你想说的，其实更多的还是想跟你学校的这些事，对不对？还是跟自己一个交代吧。其实很多朋友如果像高中辍学的话，会很早的把它讲到段子里面，讲一篇。但我其实到第2节总结才讲，就是因为很多事确实有点过不去，但今年到这儿已经没有素材了，我的人生就那么一点点，就只能去面对这一些了。你擦擦汗，要不然。这个有什么可挖的？我补充一句话可以吗？当然，因为我们的传递的价值观不是说你不想上学了，你就要去辍学。我们传递的是，我是真的有很想做的事情，我想追寻那个梦想而辍学，这是2个概念。像他是坚持了脱口秀的道路而辍学走到了现在，我坚持了我喜欢的这个职业走到了现在，所以我们俩完成了。但是你不能因为说你不想上你就那个。还有您身边这位呢？他的情况更复杂一点。两位学长，我初中就辍学了，说是。2位学长，你们仨一个学校的？不是。幽默住了，确实住了。没有，特别好。我觉得阿成，尤其在这次表现上，其实我今儿也是通过这个看他的朋友圈来窥探他的内心世界。刚才我到了之后，我先看到了刘洋教主应该是发了一个类似于什么分享一个歌曲，一首歌好像是。对，然后呢，翟佳宁就发这一天要给我做几个造型，你们能不能商量好？然后刘仁成发一个今天早饭真不错，我说那应该稳了啊，非常踏实，特别好。阿成的朋友圈其实已经偷偷辐射到非常非常远的地方了。他有一个人的微信，那个人是谁？你可以跟大家说吗？谁呀？我感觉你俩已经没有微信了，是吗？就是他想说是我们俩都有刘德华的微信。华哥每天也在看刘仁成的朋友圈。
没有点赞，没有点赞。之前就听他们讲说，就是这个你很喜欢发朋友圈，然后每天能感受就是你今天是开心一点，还是说比较焦虑。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听你说这个，我感觉你也一点都不内耗，你也不焦虑，然后整个人又非常自信，然后又很热情洋溢。当然我看人不准，然后对，但是就是你整个这个就是我听了以后，我觉得就是真的挺好玩的，这个我懂。函数你也懂了？我也懂，我都懂。函数那块儿其实我也不懂。你自己懂吗？AI 搜的，然后其实我也不懂。我就说嘛，你说咱仨怎么能懂这个呢？哎呦，阿成是你们3个里学历最高的。没有，黄子韬老师高，他不是中专嘛。2季那阿成的表演我都看了，虽然你整个人看得很沉稳啊，然后但是我觉得你有一颗很轻盈的灵魂。谢谢。就是那个小时候睡在那个车库卷帘门后面那个小男孩，我觉得他是有超凡的想象力的。铝合金门窗就算焊死了，他也关不住你啊，因为你是一个想飞的花蝴蝶嘛。就是我刚刚听姚晨老师说，我真的挺感动的，因为我在家毫不夸张说，我跟我女朋友一块看电视，90%都看《武林外传》，然后我没想到你看2季的节目，这说明可能有一天我在家看《武林外传》里面看里面姚晨老师的时候，我正在看着你，他在家看我，哇！而同时刘德华还在刷你的朋友圈哈。郭麒麟在猜你想什么。我在想啊，可能我们每个人治愈自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刚才听刘仁成整一段，我就觉得他是在跟过去的自己对话，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人生中都有很多的意难平，就是把你曾经的对那个你当时的那个选择里的遗憾，和你现在已经拥有的一切，你去跟他进行了一个跨时空的对话，所以我觉得还是蛮好的。我有一个好奇的问题，第2轮的稿子准备好了吗？反正写了。我也觉得阿成其实说的很对，我们不需要美化那些自己没走过的路，但是我们可以用 vivo S30美化自己的快乐瞬间。快乐你就 vivo life， 快乐你就 vivo life。刘仁成 vivo 也是真不错呀。阿成，我想说一句，就是阿成一直在我们的那些朋友关系里边都属于合照的时候站在最边上，然后每一次说话也都是听别人说，不主动表达。他每次在舞台上边，你都跟我说你就是周星驰，我就是吴孟达，你就是赵本山，我就是范伟。但是其实我想跟你说，不管今天的票数如何，你在我心里就是冠军。你站在这个舞台上，你已经是冠军了，真的非常为你开心，兄弟。破镜重圆了吧？不管最后结果如何，至少今天是非常精彩的演出。我们谢谢阿成，谢谢你的表演。请你先往等待区入座。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朋友啊，这一季他重新的跟观众介绍自己，就这么介绍到了总决赛。我们掌声有请张彩玲。我是彩玲。哎呀，我能进总决赛，说明这节目也挺菜。比到这儿说点真话吧，这个节目是有点黑幕的。半决赛的时候，节目组就跟我们说，你们谁打到了总决赛，就可以坐着这个电梯闪亮登场。我们就跟节目组说，这个电梯其实可危险了，如果有演员看不清、站不稳，就可能出事儿。节目组说我们解决。然后当天就把黑灯和小佳淘汰了。对，确实是。我瞎说的啊。现在你们看综艺、看直播，很多话都是假话，不能当真。比如我常刷一个直播间，专门卖假包。这个主播有点东西，他说他家的包是 LV 2025最新款，意大利原产地发货。首先 LV 是法国的。他说是意大利40年手艺的老匠人用独家工艺9子离火定燃子
手工缝纫的真皮包，全球限量300单，马上上车之前被英国王室抢走了12单。凯特王妃亲自去广州拿的货。这个包35一个。我不信，所以我买了一个。买完我信了，因为这个包的 logo 就写的 LV 2025。但是我不在乎，我抢到一个包，英国王室就少一个包。我们从小就非常习惯听人睁眼说瞎话，真的。我小时候，我妈怕我早恋，就跟我说亲嘴儿会怀孕。我说妈，那我是哪儿来的？我妈说你是垃圾堆里捡来的。我说妈，亲个嘴儿就能怀孕，你非去垃圾堆，那垃圾堆多臭啊！我妈说没有你爸嘴臭。我长大也睁眼说瞎话，比如我当年的婚礼司仪问我，辛博，对，啊，问我无论贫穷与疾病，你都愿意和他终身相守吗？我说愿意，当然不愿意了。贫穷与疾病一个就够呛了，如果小家还赌博，哎呀。那只能再见爱人。你都没法让他金盆洗手，金盆你买不起，手他还洗不明白。我跟小佳说，我说这个梗你 OK 不？小佳说，你这个还好，他们的更过分。他让我呈现的啊，前面说的这些谎言吧，都很容易识破，但是生活中有些高端的骗术，它包裹得很好，听着就像真理似的。比如我从小就被人夸，女孩是小棉袄，女孩心细，天生就会照顾人。我当时听着可美了，我心想，我天生就会照顾人。我看《士兵突击》，我都想进去给许三多洗袜子。但你仔细想，这事儿符合逻辑吗？天生就会照顾人。医生给我接生说，哎，这小孩，你看这小孩，这胳膊上什么？套袖。这小肚子上什么？围裙。就爱刷盘子洗碗，你看给这胎盘刷锃亮。还有从小就听别人跟我说，女孩将来找个不累的工作，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太拼太爽不幸福。我工作为啥要担心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啊？我不应该担心钱挣不着吗？但是当时我以为这些都是对我的宠爱，因为他们会说，你要是男孩，你给我去北上广，你甩开膀子去闯，没人心疼你。我当时6、7岁，我以为北上广是个场所，里边全都是甩开膀子的男人。直到有一次走错了，进了男澡堂，我说：“哎呀妈呀，误入北上广。”都快吓哭了，然后憋回去了。北上广不相信眼泪。女孩找个不累的工作，这句话是个阴谋，因为她没有说下半句。这句话说全了是这样的：女孩找个不累的工作，所以有时间有精力照顾家庭，而家才是真正累死你的地方。也就是说，你有 home， 但是你 home 累死。这些人间清醒的发言呢，都是我这2年的复盘。年轻时候我都信了，找了一个不累可以照顾家庭的工作，很早就结婚了，生了孩子。一生孩子，又有人开始瞎说了，说母爱是最无私的，当妈妈会自然享受母乳的感觉。我不享受。母乳是什么感觉呢？你们被蚊子叮过没？现在你想象一下啊，你抱着个蚊子。6斤8两的大蚊子，嘴这么大，脑袋这么大，双眼皮儿，一次就叮你40分钟，一天叮10多回，边吃它还边哭，你还得拍它，你还不能拍死它。
我当然爱我的孩子，但有些话真别瞎说。当时我记得有个公众号说，当妈了之后自然就会懂，母乳的幸福感会上瘾。上瘾的东西还用你宣传吗？上瘾的东西不都让你戒掉吗？我没看过哪个 KTV 里唱拒绝黄、拒绝赌、拒绝乱哺乳。这些谎言会形成一个闭环。我找了一个不累的工作，我赚的就少，我就请不起阿姨，就只能天生就会照顾人。我越照顾人，我越无私，将来就会把钱都花在孩子身上，然后自己去直播间买 LV 2025。我刚生完孩子那一年，一天到晚也不洗头也不洗脸，我看着镜子里我自己，我发现我妈根本就没骗我，我就是垃圾堆里捡来的，我应该洗个澡了。去哪儿洗？北上广。这些年我的生活其实一直围绕着我的家庭。以前也有人问过我，你怎么说啥都离不开你家的事儿？因为我几乎没有我自己的生活，所以今年来这个节目其实就是一个目的，我就是想看看我脱离了我的家人、我的孩子，我到底可以跟我自己说点什么。每说一次在这台上，我都在跟我自己对话，我都无比珍惜。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谎言，但是今天我说句真话，我有点爱上我自己了。谢谢大家，我彩玲。谢谢彩玲的表演。喜欢她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她投票，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我感觉你这一季演的越来越放松了。是，我觉得彩玲好厉害，每一场都看到你飞速的进步。就是上一场的时候，我记得你是加了表演的，就你的形体、肢体就变得比较自然。然后这一场呢，我觉得你是一个完整的结构，就是以人面对张口就来的谎言，我自己的态度是什么，然后最后看见了我自己，我更喜欢我自己。我就觉得你好厉害，就是在不断的实战中不断的进步。就是因为可能大家还在看前面的表演，前面最开始的时候好像还是讲到自己家人或者是包括之前短视频里的印象，但是越往后边其实越是他的成长经历，而且我觉得今天这篇格外完整的是，除了小佳是一个多余元素之外。不是，是因为他一直邀请我去他的模仿大赛，我就想到那儿拿冠军，然后他这次没来，我就觉得那替他完成一个这个心愿吧。好，那谢谢你把小佳带回总决赛舞台。我很喜欢你最后说的那个，就是我现在有点爱上我自己了。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所有女孩子们就是应该多爱自己一点。对，因为就是自己好才是重要的。梦姐就很好的贯彻了这一点。对，我也爱上我自己了，经常反复多次，老早就爱上他自己。对，其实我说句心里话吧，从您这一季第一次站在这舞台上，我能看出来您会有一种想法，就觉得好像我之前展现给公众面前的形象都是关于我的家庭、我的丈夫、我的孩子，但其实就是我的观点。他们是因为您独特的视角和诠释才变得这么有意思的。哇，太帅了！您一直是个特别好玩的人啊，所以说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什么就是包括我记得您之前总爱说什么，其实我也是张小曼，我不光是张彩玲，不管是哪个都是您，都是最优秀的您。给说乐了。我插句题外话，包括刚才最开始新博上台说我们观察式喜剧怎么样，可能不会像别人那种就说自己，你们说的就是你们自己，因为只有你们看到了这件事儿，我们没看到，我们才愿意听你们呀。您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不管您是张彩玲还是张小曼。谢谢。我感觉我是到这轮了，才发现自己真正开始会写了。其实我就是报名晚了，要不然就是冠军。从自卑到膨胀只需要5分钟，只需要一段表演，很好。他真的说出了我刚刚想说的很多东西，而且他说的非常的好，非常棒，非常棒，实话实说，太 real 了。你在说些什么？真的呀，我说就很正常嘛，就观众也不爱听你们反反复复说同样的话。确实。这个是 real 啊，太 real 了。多好，我真的
我是真心的，是吧？现在就是我懂黄子韬，黄子韬懂林建七，然后。那个彩玲是特别有个性的演员，然后我觉得你是才气和灵气并存的演员，因为你替很多这个走入家庭、走入婚姻的女性就是做了嘴替。然后我也记得我第一次怀孕的时候，我得到了很多很多来自方方面面的这个关爱和照顾。我当时觉得哇，原来怀孕是一件真的很幸福的事情。我万万没想到，真的是，其实是生完孩子那一刻，这个母亲的工作才正式开始运转了。我可以为我的孩子献出生命，但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忍受去一遍遍陪他刷题这件事情。所以我很理解你说的那些。总有一些事儿比死更痛苦，是吧？哎，确实是这样子啊。然后我想说，就是以前过往的影视剧作品里头，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我们的那个荧幕的女性的形象都是温良恭俭让这一种模板的，但这些年已经逐渐的在打破这个刻板的印象，然后也越来越多元，越来越丰富了。也有了许许多多千姿百态、非常可爱、很智慧的你们。然后我觉得你们的出现就是告诉我们，就是单一的女性的标准就是要用来打破的，了不起。精彩精彩，那谢谢彩玲的表演，请你先到等待区入座休息。我要的定制粉呢？有花贝粉、散粉、牛肉粉。不对。真爱粉。小鹿，永不止步，还是不对。那是什么粉？菲特首款定制大脑营养奶粉，聪明宝宝喝菲特，全球销量第一。有请大魔王。大家好，我是小鹿。过去这一年，要不要这么快？菲特新配方组类5大脑灵芝，助力60倍大脑神经和链接速度，就是快。聪明宝宝喝菲特，全球销量第一。这是今年的全部热梗，抓紧消化一下。下半天给我新剧本啊，丰沛一下，搞定。吸收这么快？菲特新配方组类，双倍活性，好吸收。聪明宝宝喝菲特，全球销量第一。我们演出继续啊！接下来的这位朋友，他也是很多老观众心中的无冕之王了。今年也是先抑后扬，但是越卷越有。我们掌声有请终生现役的刘洋教主。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洋教主。又走到总决赛第1轮了，去年就是在总决赛第1轮淘汰的，可以说离走完全程就差一点儿。今年就完全不一样了，看了前面的节目就知道了，今年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儿。我天，之前的节目上来一轮，上来一个我比一个，上来一个我比一个，比一次我输一次，比一次我输一次。我现在去待定间就跟回家一样。我在待定间唯一的一件事就是给新来的人介绍这个待定间。告诉他们，你看这儿能拿水，这儿啊，这儿能玩手机，这儿啊，你在这儿偷偷哭，别人发现不了啊。我天，真的比1轮待定1轮，我在现场的时间都没有现场观众多。待定的我都开始怀疑自己了，我在想我还适合说脱口秀吗？但还是大数据懂我。当天晚上，小某书就推给我一个帖子。快来喜南报名当观众吧！那一瞬间，他不是小某书，他是冒犯的艺术。而且这不是他第一次冒犯我了，他之前一直给我狂推一个2合1的洗发水，希望我来买。2合1洗发水是洗发、沐浴2合1，因为他觉得我是一个懒蛋，我洗澡的时候懒得摁2次瓶子，我说我不买。但他觉得是没有懒到我心坎上，所以开始给我推荐3合1的洗发水，洗发、沐浴、护发3合1。你很难想象一个洗发、沐浴都不分开的人有护发的需求。我说我不买，他最过分的是开始给我推荐5合1的洗发水，5合1，洗发、沐浴、护发、洗脸、剃须泡。我都不敢买，我怕我买了之后打开盒子，里面就是块肥皂。而
而且我之前做了近视眼手术，我这个眼睛不能进水，然后汗水也不行，但是我又特别喜欢健身，然后小某叔给我推荐了一个几乎完美的解决方案，他推荐我健身的时候戴一个潜水时候的游泳眼镜。各位，您有戴过潜水镜去健身吗？眼睛不可能进水，因为一看就知道水在脑子里。汗水进不了我眼睛，别人也进不了这健身房啊！别人一进来看到我说：“我去，这健身房水这么深吗？”我说：“我干脆不如我就再背个氧气瓶，我带俩脚蹼得了，我穿戴齐了健身得了。”因为是这样的，各位，如果我只带潜水镜健身，别人会觉得我是一个有病的人；但如果我穿戴齐了健身，别人只会觉得我是一个迷路的人。我一进健身房说：“哎，海呢？不是，又走错了。哎呦，来都来了，练一组吧。”你知道他还推荐我啥？他推荐我洗澡的时候也带这个潜水镜。各位，这真的有点触碰到我的底线了。我在想，我不带，不就是闭眼吗？闭眼就好了，水不可能进到眼睛里，我就闭着眼睛洗。我闭着眼睛，水打湿我的身体。我刚要开始洗头的时候，我发现，我真分不清哪个是洗发水啊！我就后悔没买那个2合1的洗发水啊！那一瞬间，我都跟黑灯共情了。黑灯那个发型一看就是经常拿错洗发水啊！本来要拿洗发水，拿成了炸药。我在想，洗发水上连个盲文都没有，连个盲文都没有。其实有盲文也没用，很多地方有盲文也不解决问题。你比如说电梯的按钮，电梯的按钮上面是有盲文的，这样盲人就知道我要摁几楼了，多完美。但你能不能行好，给人家配个语音，告诉人家盲人现在停的是几楼啊？这要是中间多停几次，电梯门一打开，我都不知道我在哪儿。电梯里是盲人，电梯外是盲盒，盲人只能盲猜。要去20楼，摁完了之后，中间停了4、5次，猜了4、5次，实在不行了，一下来必4。旁边人都惊了，说：“我去，盲人要开车呀，这盲人。”而且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经常就差一点，就差一点点就解决问题了，就好像我的人生一样。我之前也是，我之前差一点点就学会防身了。我是这样，我是在那个之前有一段时间计划出国演出，然后我说这个老说国外很不安全，我就查一下在国外怎么防身。他们推荐我在国外买一对那个纸虎，纸虎我不知道各位见过没有，就是5个大粗戒指连在一起，就好像你把奥运5环抓在手里了。就那个玩意儿的攻击力，就别人如果来抢劫我，我一拳下去，既保住了我兜里的200块钱，又能赔他2万医药费，非常的有用。但这个东西买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这玩意儿差一点点就能防身，因为如果我把它买来，我只能把它放到我的包里，放到包里它就没有了防身的意义。别人一持刀抢劫我，我说 OK， 你还敢抢劫我啊？你不知道我包里有什么吧？啊！哎，我给我一刀啊！这拉链还卡住了，这拉链啊！大哥，你稍等啊！大哥，哎，我去，又一刀，大哥，别捅了，大哥，大哥，哎，这里边还有个布袋子，这绳子怎么这么多？大哥，哎，绳子还卡住了，拿你刀拉一下，刀拉一下，刀拉一下。我后来在想，我干脆学一些那个真正的武术来防身好了。建议，爱奇艺，爱奇艺，我是不是早就已经被大哥捅死了？刚刚那声你们听见了是吧？太吓人了哈！爱奇艺的喜欢，那我再演一遍。他们。后来我在想，我不如学点真的武术来防身。我特别想学那种国家名字加武术名字的东西，听着就很厉害，什么巴西柔术、八柔、泰拳。后来我仔细一想，我说我如果要防身，我练什么武术啊？我练跑步啊！哎，跑步是世界上最好的防身方式。你什么时候见过博尔特挨揍？一次都没有。
那边刚一挥拳，博尔特已经20米开外了。你想打博尔特，你得先打兴奋剂。而且我能证明跑步是最好的防身方式。接下来这段需要大家稍微集中精力来听，才能跟得上。它是这样的：人类有一段历史时期，奴隶制时期，每天在持续的从非洲搬运最强壮、运动能力最强的人运到美洲大陆。所以后来所有的那些最好的运动基因全留在了美洲大陆。所以你看，什么橄榄球冠军在美洲，篮球冠军在美洲，拳击冠军在美洲，但马拉松冠军在非洲。跑步是最好的防身方式。但即使是最好的防身方式，也差一点点，因为这样的，就是我平时穿的鞋呢是这种鞋，跑不快。我如果带跑步鞋呢，我就只能把它放包里。别人一抢劫，我说 OK， 大哥又来啊！你这玩意儿，哎，大哥又给我一刀，还是上次的刀口啊？这里面是纸虎，已经用不到了。哎，这怎么这么多东西？洗发水、沐浴露，早知道买个3合1了。哎，这是什么？第2轮的稿子现在已经用不上了，大哥你拿着它。大哥你拿着它。替我夺冠！大哥看着我的尸体说：“就这稿子进了也夺不了冠。”然后我如果真的想防身，我得学会飞才行。但实际上会飞也差一点，因为我想起了一个经典的失败案例，就是希腊神话里面的伊卡洛斯的故事。伊卡洛斯大家知道，他有一双蜡做的翅膀，然后他飞得太高，太阳把他的翅膀融化，他就从高空摔下来，摔死了。大家一直在嘲笑他的失败，但其实在我来看，他有很多的优秀的优点，比如说他热爱飞翔，他勇往直前，他向往自由。在我来看，他唯一的缺点就是他竟然不知道等到晚上再飞。那晚上飞还凉快呢，晚上啊。如果光看结果的话，他的确是一个差一点的悲剧人物，但如果只看过程的话，他其实只是一个极度热爱飞翔的人。这期也比到这儿了，2季以来非常感谢大家，我希望我能在喜剧的舞台上永远做一个热爱飞翔的人。刘洋教主下台鞠躬。越喊越难过。谢谢刘洋教主的表演，喜欢他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谢谢教主。能给刚才笑的那些也发一些投票信吗？已经烧给他们了。确实啊，这刚刚那一下还是体现了教主这个非常非常深厚的舞台经验的。因为现场的一切原因都可以被脱口秀演员抓来用嘛，但有可能是有时候这武器刺向自己，有的时候这武器刺向观众。但教主今天这一点上，我确实非常佩服，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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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这是你专场的段子对吧？这是很早以前伊卡洛斯那个专场里的段子，然后取了一段放出来。其实你之前也就有的时候不愿意拿专场的段子来打这个比赛嘛。哦，对，然后说实话，咱们的比赛每次就5、6分钟，他有点你很难了解这个演员他真实的想法，所以就有点舍不得拆专场，想还是把一个最完整的东西留在线下，等着大家去剧场看。看那个教主的表演，我是觉得教主其实应该是这10年当中一个特别优秀的一个能够为后辈来科普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的人。对，就是无论你在哪一年，然后你想知道在2015年到2025年脱口秀是什么样的，看刘洋就行。26年就不看吧，您sketch， 你不都让人捅死了吗？刚才是的确都听着了，说这是脱口秀的历史，你拿好，大哥。包括现在在各种平台上都有说脱口秀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有的说是这样，有的说是那样，有的是这样的。我觉得刘洋教主表演是一个特别汇总性的，可能没有他们单经一个的是这么突出，但是我觉得就是无论什么年龄层、什么样的人都能够通过看教主的表演了解，哦，这是脱口秀。哎呦，谢谢。脱口秀有个博物馆，进去第一下先看刘洋，他给开门吗？因为我非常非常业余的，但是呢，我很沉浸在你讲的那个故事里。唯一一个对于我来说，刚才你讲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遗憾就是，
这盏灯实在太亮，我眼睛已经快被刺瞎了。你需要一个那个潜水的眼镜，是不是？你正好提到了，如果有潜水眼镜的话，我希望它是黑色的。我这还有一个，你要吗？没事。那个对刘洋我是很熟悉的，就是所以我看见你有一种亲切感。然后我后来才知道你那么卷啊，你涉足了那么多的领域啊。我觉得你就像龙卷风一样，就所到之处就都得死，就是都别想活啊！对，其实我自己是演员，我能看出你是紧张的。对，那个其实你每次的那个嘶吼式的这个表演的方式啊，在我看来像是一个自己想征服自己的一种方式。你想用这种方式来克服紧张。其实每一个演员此生都梦想能够克服紧张这件事情，不是只有你一个人。那您演了这么多戏了，这么多经历，紧张吗？还会紧张吗？起席起课我就很紧张。哎，怎么小郭突然回来了？对，希望你能走得更远，谢谢姚晨，飞得更高。谢谢姚晨。哎呀，要不然我大胆猜测一下，伊卡洛斯最后差一点的原因，会不会有可能是他没喝过全球销量第1的飞鹤奶粉？因为聪明宝宝都爱喝，喝完飞鹤他肯定知道得在晚上飞了。伊卡洛斯还是差一点呐。吓我一跳，怎么这儿有一聪明宝宝？这是。哎，我突然想插句嘴，我问一下教主，就是您当时因为您的专场也叫伊卡洛斯嘛，包括刚才您对他这个人物的这个描写，您是觉得您自己就是伊卡洛斯这样的人，还是说您向往成为伊卡洛斯这样的人？我有点儿在这个之外，因为我最早喜欢伊卡洛斯是看到伊卡洛斯的一幅画，叫《伊卡洛斯的坠落》，就是一个人他冲击太阳，然后下来摔死，但是那个这么一个轰轰烈烈的故事，但那幅画里面他其实只是掉到了海里，然后就2条腿就在外边嘚一下，然后没有任何的变化，所以那一幅画让我开始提醒自己不要把自己想得太重。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做出了很轰轰烈烈的事情，其实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东西而已。买一个潜水眼镜，为了扎下去的时候能看一眼。对，其实这个讲这一大段还有一点点私心在这儿，因为说实话参加了2季，就一丁点儿都不想比了。但是跟这些战友们、跟这些朋友们都有了一些个感情，所以大家如果能听出来的，会发现里面其实首先致敬了黑灯，肯定有。下台鞠躬肯定是致敬阎鹤祥的。那个我就后悔没买那个2合1洗发水，这句话是致敬小罗的。就是我总希望这些个朋友，去年的喜单10强还能再站在这个舞台上。我希望我用这个段子把他们带回到这个舞台。哦，所以刚刚天上有人笑是吧？小罗，杨老板。有的时候看到一些个老在对比，有的人会拿这个夏天跟去年的夏天进行对比，但我真的很想对所有的选手说，就是无论我们最后是否成名在望，我们都曾活在我们的盛夏光年。哇，要哭了，妈呀！还是5月天。一点点私心。就我刚听教主讲这一大段，我有很多感受啊。好多脱口秀演员表示说明年不来了，其实我当时听的是非常伤感的。就是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节目，这样迅速给大家的高的曝光，赢得了那么多喜爱，对于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也好，对于一个人的命运也好，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事情？你今天整篇稿子的主题就是只差一点嘛，我就在想，我们的人生其实大部分时刻都是只差一点的，因为当你获得完美的时候，其实就是终点。因为人只有在完美的瞬间，你就会停止对一切的追求，所以那个只差一点，反而可能就是真正的心里的那个太阳。我觉得刘洋，你也不要被终身现役这4个字限制住。这里是一个名利场，这里是会给人带来很多东西的，所以我们要学会使用它，而不是被它限制住。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很多人认为我说终生现役，其实就是一直回到这个舞台，但其实我的意思是在剧场的舞台。我5月天会唱到80岁，我会讲到80岁。好嘞，那祝福你和5月天吧都。谢谢刘洋教主的表演，请先落座休息。演出继续啊！那咱们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朋友，
第2年来了，变化很快。去年还是清清白白的黑马新人，今年已经是谁惹我全杀了，一路杀进总决赛。掌声有请于翔宇。感谢各位，又1年了。哎呀，你们还记得我去年的这个人设是干净的应届生吗？其实我早都脏了，我也偷偷工作过。我之前是干过2年补习老师，然后本来大家觉得老师是一个高尚的职业，就你为人师表，德高望重。但我们是那种机构老师，你除了要上课，还要自己卖课，谁能德高望重的干销售？我孔子站在路边发传单，子曰《论语春秋》了解一下，学过了，温故而知新。哎，别走，最近搞活动，3人行必有免单。我们甚至真的入职培训就教你怎么把课卖出去，怎么让家长掏钱。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后来很多补习老师可以转型为非常优秀的主播，这玩意儿我们都练过。就开家长会的时候，像直播一样制造那种紧张感，说家长们，这课再不学，孩子马上就跟不上了。3、2、1，跟不上了。然后我就发现，现在好像人一工作就是要干很多这种脏活。现在好像就没有哪份工作是你只用干本职工作，就你实习就是实习，不用帮忙贴发票；会计就是会计，不用帮忙蹲监狱；讲段就是讲段子，不用帮忙念广子。现在好像就都是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我小时候还跟自己说，于翔宇，长大以后千万不要做一颗社会的螺丝钉，做什么梦呢？你现在得当各种型号的螺丝钉，还得自己给自己当螺丝刀卷自己，我可以的，我可以的。甚至你就是个锤子，因为一直在钉钉。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就是你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离谱的安排，然后就会你刚一不高兴，就会有人跟你说，你工作的时候不要有情绪，有情绪是不专业的表现。我说人怎么可能做到完全没有情绪？我唯一见过在工作中没有情绪的人就只有杀手。但你把杀手逼疯了，他也有情绪吧？你试一下，晚上11点突然跟杀手说，你用这1颗子弹把这67个人杀完给我 ，DDL 今晚。杀手说，那我杀你1个就可以了，今晚是你的 deadline。Sorry bro, I'm a pro。然后你就算把活都干完了，你现在也没有办法安心休息，还有团建这玩意儿。我之前上班团建说准备一起去泡澡，谁会想跟同事一起洗澡啊？领导说一定要全员参加，我当时都想说我能不能就不去了，我直接把裸照发群里。然后去应酬也很烦，我酒量又不太行。有一次我就说，这个王总，那我以茶代酒，感谢您。他说等会儿，你先换成酒，你再说话。就是我也不是不想喝，主要是我讨好别人是需要保持清醒的。你要让我喝酒，喝完我可就不怕你了。我刚叫你王总，喝完我说小王你过来，我考考你。你说我刚才吐是因为酒呢，还是因为你呢？而且大家都说这个喝酒是一种服从性测试，但现在很多人也没有那么怕酒精，不是更怕碳水吗？怎么没有人在饭局上劝饭呢？说你这炒面不吃是不是不给我面子？大家都端着一碗米饭打圈儿。
我说领导，这碗白的我干了，您随意。哎呀，而且这些破事儿吧，它就是一些社会潜规则，你就算都干了也没有用啊，是吧？你就说你次团建都参加，该裁员不还是裁你？你总不可能裁员的时候领导跳出来说不能裁，一起泡过澡，他有我裸照。所以我就觉得咱就别整那些虚的，你也别说什么应酬是工作的一部分，如果是，咱们喝之前就签合同，明码标价。红的300，白的500，那我能把你喝到破产，我把你从老板喝成老赖，我把你公司喝到我名下。别人问我你财富自由的秘诀是什么，我说都在酒里了。然后我也有那些工作了很多年的朋友，我每次跟他们聊这些事儿，他们就会跟我说啊，于翔宇，你就是刚步入社会，社会化程度比较低。需要进行一些社会化训练。我一搜，社会化训练最早是用在狗身上。这时候让我干嘛？学会握手、狂舔、绝育。那以后谁再问我说你怎么不要孩子？我说我社会化做得比较好。然后我上学那会儿还学了很多什么人是什么，读哲学说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现在一出来发现人是狗，是牛，是马，是驴，是温水煮的青蛙。那什么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动物的总和。以后再玩动物园里有什么？我说有我。我就感觉现在这人都返祖退化了，那还学什么哲学呀？你把那个进化论倒着看，就是资本论。这一个人好不容易成人了，一进社会，哎，王总您好，拜托了，拜托了，我干了，我干了。可别再让我退化了，再退化我可就要咬人了。谢谢你们，约约。谢谢于翔宇的表演，喜欢他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再次谢谢祥子，火力全开啊！燃起来了。就是他说的这个。和以前我经历了和我看到了很多东西，其实有很多的共鸣，而且只会比他说的更那个一些，就是会更扩大一些吧。不是，但我真的有一个感受，就是因为我平时比如大家的印象里，你也是一个很直接的人，对，但是你碰到这种情况，你不会这样直接的说出来，因为我已经看透了，所以我就融入其中了。因为你不融入其中，你没有办法，没有人能打破这种事情。但是如果你知道自己在做的这件事情，就是我在舔，我知道我做这件事情我为了什么，我为了我的生活，我为了我的需要，我自己内心非常的清楚，那我觉得一点都不可悲。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现状。来，于翔宇点评一下，点评一下。你给我个椅子，我再点评。别。我这样说话容易腰疼，算了。接下来想听谁的点评，你自己 Q 吧，这是。反选，现在反选，现在反选。大林，你救救他吧，求求你了，郭老师。其实我觉得特别好，这个事情可能确实没有办法通过简单的个人去改变，但是至少你得让我们能够有个空间来表述出来我们的真实想法，啊，起码能让别人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啊。要我也站着说吧，我坐着说好像老感觉咱们不是。那你上来站会儿，我真坐。你要不你坐，你说。能说啥呀？不敢说呢都。你说呗，你跟我弄这，你说，你快说，快！你是不是想跟我炒 CP 呢？这都什么东西？我也需要一副墨镜，我不想看这个。于翔宇最后那个结尾的表演我很喜欢，就是从站着到一步一步往下走，其实是一种所谓社会性的进化论，但其实是人的一种退化，让我想起了去年付航有一个表演。付航有一个，然后他那个是全面正着来的，对，他是正着来的这样的一种表演，所以我觉得其实
看似是同样的，有点接近的一种表演方式，但是你们背后表达的那个故事盒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你在讲的是人性要去所谓的社会性这些东西的对抗，所以我觉得你今天其实是通过资本论的对立面是进化论，其实我觉得是在提醒我们人的独立性的问题。对，我觉得这个观点是让我感受到了你清清白白的哲学毕业生的这个身份的回归。可脏了，现在可脏了，别，谢谢天人姐，谢谢天人姐。我再插一嘴，我大概其实我看听天文姐讲的，我有一个新的想法。其实所谓社会化，就跟刚才那个香玉姐讲的那个，就是所谓土和潮。我觉得土潮社会化不社会化，它都是不同的圈子、不同的类型。那如果我们有些人很反感社会化，那我们不如自己建立一个不那么社会化的圈子。那怎么建立呢？就是那就看这些人了嘛。就是这刚才我只是表述。你提出了一个更难的问题，要自己建立一个社会。你俩聊啥呢？自己建立一个社会，多吓人呐！你，我这垫子有点烫屁股，我要站会儿。我可能以后没机会做沙发了。你要回到地下了是怎么样？蒋宇每次的那个文本的信息量都特别足，我的印象是你看似人畜无害啊，但是你一直拿的这个哲学这个冷兵器大杀四方，就杀人不见血。对，其实你刚刚说那个人情社会这个，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都有感触。我觉得都不光是到了进职场，我在14岁上北京舞蹈学院的时候，每年那个寒暑假，就是北上求学的时候，然后我妈就会往那个行李箱里头给我塞很多福建的特产，什么香菇啊、茶叶啊什么的，就说你一定要把这个交给老师。这个事情从我上火车那一刻起，它就是我心里最大的负担。就后来我是忍无可忍，把这个香菇就是塞到床底下，眼不见心不烦，那一学期做了不少跟香菇有关的噩梦。我也能理解我妈当时的一片苦心哈，但是我还是很庆幸我当时这个遵从自己的直觉没有把那个香菇交给老师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舞蹈天赋也不怎么地的孩子，你说我这给人老师送了一香菇，人老师拿的香菇说：“嘿，哎呦，这舞蹈奇才啊，以后得好好培养你。”我觉得他要是这像从云南拿的香菇，这是菌子，这是。虽然这个人情社会是不可避免的，大家还是要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好的，谢谢二老师，谢谢。好嘞，谢谢于香宇的表演，请你前往等待区就坐。